我出差，俺家阿姨腰伤请假了，大胖媳妇带了3天孩子，你们根本想象不到她是怎么带孩子的，你们更想象不到张大铁是怎么反制他爹的。首先，他爱睡懒觉，他为了能多睡一会儿觉，告诉俩孩子，只要张大铁，咱们玩一个游戏，叫做买卖，看谁能当老板。只要打呢，你就开个早餐店，最好再开个英语补课班。那张大铁开啥呢？大胖媳妇就想，正好前天我们刚又去了一趟澡堂子，也就是张大铁这个硬汉不羁灵魂的归属地。从澡堂子回来之后，张大铁又天天在幼儿园找尽各种机会给他好哥们迪兰身上抹牛奶，给人家做奶搓。大胖媳妇说，我认为儿子你就应该开澡堂，张大铁你绝对可以。俩孩子问他爸，那这个叫做买卖的游戏它是啥规则呀？他爸说，就是把咱家当成一条商业街，你俩得拉人，人来了钱就来了，把客人留住，让他们消费，这是你们的通行货币。但是千万别叫醒我，因为我一醒，我的买卖一开张，谁家都得慌。我是那种垄断型的大老板。然后俩孩子起床就开始玩游戏呀，他太有心眼了，他不是告诉俩孩子要抢生意拉客人吗？但是俺家里也没别人啊，那就他俩互相抢。那翟耀达为了拉客，连狗都不放过。张大铁早饭也是拼桌吃的。开始吃呗，妈妈都快馋了。这给我吧，我要奶搓。这是我的饭店的，我也有店。然后铁哥的搓澡堂也开始拉客了。你看是你搓澡的，我这个就是这个样子的。会比你好啊，会比你好啊。我们现在早上9点，说早太早了。啥时候都有人说早？你先来我的英语补课班，我给你上英语课班。我现在从小就学下英语呀，学下英语呀。我在出差熬夜，不敢看人家里监控，人都气老了。还好带着胶原冲光瓶，专研复配焕亮成分，搭配升级黑蜂修护科技，温和带走熬夜色沉，油皮也能干净透亮，维持饱满好状态。皮肤和生活一样，需要主动净化才能亮出无限风光。但是我告诉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哇，我的鱼尾，拿给你收到吗？哇，你可以给我一个牛奶。好了，马上在这里，马上怎么样？还是过来，你又做什么？我也是。张大铁终于人生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爷爷。见完之后，张大铁托我问问大家，这孙子还当不当？温迪和布莱恩千里迢迢从加拿大飞来，落地了。这次中加会晤意义比较重大，因为张大铁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个爷爷呢。结果一上来就犯了一个每一个中国人都容易犯的错误，对外国人脸盲。张大铁不像翟耀达在加拿大住过，他只跟布莱恩在视频对话里见过这么几回。然后和手机前看视频的你呀，可能一样。张大铁对外国人这个脸吧，识别度非常低。翟耀达告诉张大铁，我们的爷爷是一个慈祥的外国老头。张大铁在机场见着外国老头就喊爷，以下都是当天张大铁的爷。爷爷，哦，这不是。面对外国人，我们除了脸盲是难题，还有一个难题，你们应该也有共鸣。我们跟外国人说英语，最怕的就是他们不按套路出牌。张大铁的英语，咱说这半年也是有很大进步的，可以稍微比划2句了。但是他学的是典型的中式英语，他跟对方能对话的前提是对方必须得按课本上的套路出牌。比如俺俩平时是这么练的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thank you. 但是他爷呢？张大铁问他爷 How are you？ 他爷回了个我又老又穷，那你说不也得活吗？这让张大铁咋接呀 ？How are you? Anna's playing with the puppy dog. 对，说的是 How are you? I am old and broken, but I made it through another day. 他不是 I'm fine, thank you， 他不是 and you。给张大铁憋的呀，跟他爷他奶在家，发现俺家毛毛在家憋不住要出去上厕所去，就想跟他爷说咱们得遛狗，咋说明白，各种招都用上了。毛毛想要上厕所， What? 遛狗， You go? 遛狗， Oh, 这个是 dog。 one dog is enough. dog 尿尿，嘘。dog 尿尿，嘘。Dog, you like to dance? 我尿。最后
后子耀达回来了，才把遛狗这事说明白。狗最后是遛上了，但遛狗外边的风刮得人脸上刺挠。还好出门前给孩子用了袋鼠妈妈青少年护肤套装，专为青少年研制，正适合子耀达。它通过了第三方检测，可以控油、去黑头、防螨，搭配无酸保湿水乳，补水滋润，舒缓泛红。13年母婴大品牌就是好用。一直到晚上，张大铁都没有放弃和他爷爷的沟通。这个我会说。这个也会说。拉倒吧，拉倒吧。 Something to do. You're not as into Disney. Bring them out, put them on, so they can know it. 我不喜欢这个家，不喜欢这个家。我特别对你好，知道吗？张大铁又来安慰人了。我有一个很小的小学妹，最近崩溃了，老板烦人，天天加班，她受不了了，想裸辞，问我能不能来俺家让张大铁安慰安慰她。从张大铁给出的杂乱无章、漫无边际的安慰话语中，我竟然感受到了一种职场哲学，而且他莫名其妙学会了一个词儿——内耗，一直用，虽然他不知道啥意思。这个阿姨她崩溃了，她想为拿铁安慰。咋了？她上班上疯了，她太内耗了，你不懂。不懂。你这他也不懂啥内耗啊，给他内耗。不懂。我也是个特别内耗的。我中午在学校吃大晚饭，老师夸我特别内耗，特别内耗。阿姨就是工作太累了，她不开心。你为什么不开心？我天天加班，老板不让我下班，他不让下，你不让他下班，他根本就不上班。他不上班，你也不上班。我不上班，HR 会告状的。等一下是谁呀？是谁？我根本就干不过来，老板非催着我干。我不想干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不想，不想就是不想。那我老板就不喜欢我。那你喜欢他吗？那我也不喜欢他呀。他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他，都不喜欢，怎么的？怎么的？但是他这个老板，他要是不开心，谁都不开心。那你就告诉他，告诉他啥呀？告诉，你就告诉他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OK？ 别惹我，我内耗了，我内耗了，特别内耗，别惹我，我早内耗了，我特别的内耗，知道吗？知道吗？然后呢，这个女生就跟我说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开心最重要，决定了就裸辞，想去远方旅行一趟，不就是没钱赚了吗？没钱就没钱，回来再想钱的事儿，不受这个折磨。我说我完全支持，我不只支持你去找寻快乐，我还送你一套我自己保藏的欧珀莱的高定礼盒，这里的第4代黑精灵精华添加了抗老科技成分的新肌酮，质地清爽，吸收快，能有效缓解熬夜加班出差带来的损伤，紧致皮肤，淡化细纹，轻松抗老。然后第2天早大同学开生日 party， 张大铁也去了，人家叽里哇啦说一堆他也听不懂。然后早达让张大铁加入他们一起滑旱冰，张大铁不敢，但是他不说他不敢。我可不是，我现在很内耗，很内耗。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张大铁的观众，我建议你谨慎看这条视频，因为张大铁的奶奶太糊了，你看完心疼。我们一家来泰国玩了，我妈和我婆婆都来了。我问我妈，我说你不是有点看不上温迪吗？你咋最后还同意来了呢？我妈说我不放心，我觉得太危险。我说泰国没有那么危险。我妈说但是你婆婆有。我们这不就来泰国了吗？第1天坐船出海，在海的正中央，我婆婆提议要跳海。这一个提议出口，我婆婆、我老公、我小姑子在澳达，衣服一脱，噼里啪啦全跳下去。然后张大铁呢胆小，就说水里有老妖精，就不下。我几次尝试跟他沟通都被拒绝，我就跟大胖姐说，我说这样你就游到拿铁前边来，离他特别近。我呢一会儿就不跟他沟通了，我越说他越害怕。就一会儿我入水的时候，我在后边就稍微这么一推他，你马上你就接住。他一进水，他发现没事儿，那他就不害怕了。大胖姐说行 ，OK， 我接他来吧。这时候我婆婆就在后边喊 No， 怎么可以这样？我一听我很惊讶，我寻思啊，这外国奶奶其实也知道心疼孙子，你看平时挺虎，关键时候也知道保护。结果我婆婆说你听我的，咱们要把他扔下去。2秒钟才飘上来。张大铁被扔进大海之后才发现水里没有老妖精，家里有。然后我妈也不敢下水，温蒂提议要扔我妈，后来温蒂自己退缩了，没敢碰我妈。我就问发生了什么呢？早达说刚才姥姥让我跟奶奶说，她心脏里有支架，坏了赔10万，奶奶就走了。我不懂他们这是什么毛病，就是对跳水这个执念。前几天我去桂林出差，我要去参加一个晚宴，大胖媳妇作为受邀嘉宾的男伴本来也要出席，结果人家来的路上突然间想做竹筏赴约，人家竹筏划着划着，大胖媳妇就说要跳水，说太热想游泳，人船夫说不允许跳。大胖媳妇说
我就想跳。船夫说，那我不能担这个责任，你掉下去了，那是你的责任，不赖我。我要是让你跳，那这就是我的责任。大网友说，我懂你的意思。然后我被有人掉水里了。啊！妈妈怎么掉水了？我在晚宴上，我寻思我家男宾咋还不到场呢？遥远的看出去，觥筹交错的背后似乎有2个落魄的身影，因为身上太臭，没让他俩进。我只能独自美丽参加资生堂时光琉璃皇冠会，美美体验了全新升级的液琉璃面霜，它能拯救拉胯侧颜。这瓶整整10倍高浓 Cota Pro， 刺激首度破译的胶原之母 CCN2 轮廓蛋白，直接贵气侧颜纱稳稳拿捏，咱也能用侧颜大杀四方了。最离谱的是，我们这次在泰国坐那个香蕉船，那个船开的特别快，特别颠簸，很吓人。我们全家都上了，我就发现泰国真是一个没有规则和边界的神奇的地方。这船上最老的65，最小的才3岁呀，人家在海中央停了，开船的人朝我们喊：“哎，你们想掉下去不？”我说啥？他说：“我可以把你们的船开翻，保证你们全掉下去。”这个事儿回国之后，张拿铁是这么跟他姥爷说的：“我说我不掉，我奶说掉，我要掉。我说干什么玩啊？谁跟你跳呀？我奶非要掉。我说你可拉倒吧。哦，那你可挺厉害哈。然而实际上，张拿铁那天的真实状态是这样的：我说我不掉，非